法罗女士供颜符加强方案解读。首先是触发隐身的距离从20米调整成18米，也就是可以更慢触发隐身，换之前早早触发隐身。当监管者走到脸上的时候，这隐身时间也基本所剩无几了。现在可以稍微延长一点点隐身时间。然后下一条是对爆点机制进行了调整，如果是在暴露进度低于40%时脱离隐身范围，就不会再给监管者提供爆点提示了。像之前监管者在触发隐身时，会利用托举爆点这个机制来快速找到法罗女士的具体位置，然后是高于40%的进度，脱离爆点的持续时间缩短为1.5秒。之前爆点是会有个小黑点跟随本体的，因为持续时间很长，即便隐身也能大概猜到大致方位。再就是下一条，暴露进度低于40%时进行放板、翻窗、破译电机和大门时，不会提前结束隐身，这点改动蛮好的。像之前招鬼隐身的时候，因为交互会结束隐身，这就会陷入两难的情况，不想结束隐身，那就不能做交互溜鬼。如果带了双弹想蹭加速拉点，那就只能提前结束隐身。另外，这里只提到这些操作不会结束隐身，像其他救人等大幅度动作则是依旧会提前结束隐身。再然后是被指定的密码基调的进度从1.5%调整成1.0%。现在获得破译加速的同时，被偷的电机进度不会有太大的损耗。然后是救人速度方面，跟我之前猜想的一样，从降低100%调整成了60%。这个主要是面对一些双刀监管者，比如聂西坠机以及黄衣之主触手这些。像普通求生者可以在技能僵直期间把人救下来，而之前法罗女士则不行。现在在救人压力方面稍微有一点缓和，具体如何可以待会更新后测试下。最后就是触发法罗隐身时，监管者这边不会有图标提示，现在没图标，监管者就只能自己去判断耳鸣是谁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供颜符的大致的调整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